同学们，大家好！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学习了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学习生物化学课程的第二部分——新陈代谢。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万物皆流，没有什么会静止不动。除了变化，没有什么能够永恒。每一个生命体在不停地变化。”组成生命体的每一种物质也在不停地变化。在下面的章节，我们将一起探讨糖类、脂类、蛋白质、核酸四大类物质在生物体内如何合成，又如何被分解，在它们代谢的同时是如何产生能量，驱动各种生命活动。在学习具体的各种物质代谢之前，我们先学习本章新陈代谢概论。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学习新陈代谢的基本概念、新陈代谢的主要类型及研究方法。新陈代谢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生命体内高度协调的酶促化学变化的总和。生物体通过新陈代谢实现与周围环境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实现个体的生长、发育和自我更新。生物体一方面不断地从周围环境中摄取物质，通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转化为自身的组成组分，即同化作用或合成代谢；另一方面，将原有的组成组分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变化分解为简单成分，重新利用或排出体外，即异化作用或分解代谢。虽然生物体内的代谢反应错综复杂，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绝大多数代谢反应在温和条件下由酶促反应完成。每条代谢途径通常由多步顺序排列的酶促反应组成。前一种酶作用的产物往往是后一种酶的作用底物。反应起始物、中间产物和产物通称为代谢物。不同代谢通路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彼此交错，形成错综复杂的代谢网络。每条代谢途径和整个代谢网络均受外界环境的精细调控，这种调控促使其成为响应灵敏、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此外，物质代谢过程与能量代谢相偶连，物质的逐级分解过程和合成过程与能量的逐步释放和储存过程相伴随。我们常根据代谢模式的不同对物种进行归类。根据碳元素来源的不同，我们将生物分为自养生物和异养生物。自养生物以二氧化碳为唯一碳源，异养生物则利用有机碳，如葡萄糖、乳糖、有机酸等，合成其自身所必需的含碳化合物。根据能量来源，也可将生物分为光养生物和化养生物。光养生物利用光作为能源，化养生物则利用硫化氢、氢、二价铁、亚硝酸根等化能无机物或有机碳作为能源，如氢细菌、硫细菌、铁细菌等。将两种分类系统组合，我们可以将生物分为光自养、光异养、化学自养、化学异养四大类。生物体内的代谢反应可归纳为四类反应。第一类是氧化还原反应，如脱氢加氢、脱氧加氧。第二类是碳链的断裂或形成。第三类是分子重排、异构及消除。第四类是集团转移，如磷酸、甲基、乙酰基的转移。能量代谢与物质代谢相伴发生，是生命活动中的能量释放、转移、储存和利用的统称。ATP 是分解代谢和合成代谢的能量纽带，是生物体内可被直接利用的能量形式。在分解代谢过程中，化学能不仅储存在 ATP 中，还存在于还原性的辅酶 NADH、NADPH、FAD、H2
等中。在合成代谢中，这些还原性的辅酶可为反应提供还原力。生物体内纵横交错的代谢需要精细的调控机制，才能保证各种代谢通路有条不紊地同时进行。代谢调节可包括3个水平的调节：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和整体水平。分子水平的调节主要体现在酶活性的调节和酶数量的调节。细胞水平的调节由细胞的区隔化实现。区隔化的细胞将不同代谢通路隔离在不同的细胞区间，避免了不同代谢通路相互之间的干扰。多细胞生物还受整体水平的调节，主要包括激素调节和神经调节。如何研究代谢？如何厘清每一条代谢通路？根据实验材料不同，可分为体内研究和体外研究。体内研究是对生物整体、器官、组织或活细胞及微生物群体进行的研究。体外研究则采用的方法是从细胞质基质中抽提分离中某种物质，并在试管中进行研究。这张图显示的是导入荧光素酶的烟草，利用这种技术可以直观地反映目标基因的表达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体内研究。常用的代谢研究方法包括同位素失踪法、酶抑制剂的应用和突变体的使用3种方法。同位素失踪法在代谢追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卡尔文循环利用小球藻研究光合碳循环中加入了放射性标记的碳14，发现碳14最早出现在3磷酸甘油酸中，从而发现了光合作用的碳3途径。常用的同位素有氢3、碳14、碘131、磷32、硫35。磷32常用于核酸标记，硫35常用于蛋白质标记，碘131则常用于甲状腺素的定量分析。代谢途径由顺序酶促反应构成，从起始物到终产物需要经过多步酶促反应和多个中间代谢物。要厘清这些中间代谢物，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利用抑制剂抑制特定的酶活性，或者通过定点突变导致特定酶失去活性。这张图显示的是没有添加抑制剂和添加抑制剂后代谢产物的变化。添加抑制剂后，酶的底物及之前的代谢物便会累积，而其产物含量则会大幅下降。利用这种方法，便可以逐步推导出整个代谢通路。近年来，随着功能基因组学的出现，代谢组也成为研究热点。代谢组是指生物体内源性代谢物的动态整体，所有代谢物的总和。通过分析比较不同遗传背景个体在相同条件下，或相同遗传背景个体在不同条件下代谢的整体变化，可以明晰生物体内的代谢通路以及代谢随环境的变化规律。如图所示，代谢组研究目前主要依赖于高灵敏、高通量的化学分析方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高分辨率的液相和气相色谱与质谱技术的结合。同学们，关于新陈代谢的基本概念及研究方法，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再见。